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炙热游戏，100人之中只有15位能通过首轮，从而赢得向那12位星厨发起挑战的入场券。开火，燃起来！冲进顶端肯定是目标，好吃才是硬道理。味道太杂了，鸭肉还是生的，太失望了。我觉得它很好吃。好，过了。一看到我爸晋级，我突然就开始紧张。我爸爸非常反对我做厨师。餐饮吧，挺累，做父亲的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嘛。他经常会做一些浓油赤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口感和层次可言。我做菜的理念就是突出食材原本的味道，技术方面肯定是碾压它。我觉得应该可以打败他吧。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节目里，第一，我是对自己一个证明；第二，就是我想让我父亲看到，我们也可以做厨师。谁说女子不如男嘛？实际上，这个素菜要做好了是不容易的。我的想法是，抱歉，抱歉。谢谢。我这里是抱歉，对。这个菜它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感觉。法餐本来就离我们挺遥远的，因为没有人是每天吃法餐的。他又做了一个更遥远的料理，就是全素。他这道菜如果是个开胃菜，或是放在一个比较油腻的菜里的中间去品味它，洗洗你的口腔哈，就是解腻一下，这个是 OK 的。所以他这道菜可能就没有办法 KO 到我。那我也来表达一下我的，那也不好意思了。好的。所有的味道就是，比较平。你说你有北北节瓜，节瓜的花，大节瓜、小节瓜，你每个阶段的节瓜是什么样子，你把它表现出来，否则就是一样的，就没有意义了。好。它就要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对，单一的味型支撑不了。素的东西要做好，真的很难的，很难啊！加油！谢谢。就本来还是想把这道菜突出它节瓜的风味，用不同的口感来衬托它不同的味道，但是好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来说干掉我爸，把自己干死了。以前我一直是不愿意叫他去做厨师的，就是因为我平时呢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玩，也没有时间回家去陪伴，所以说呢，我想叫他去做一个其他行业。那么最起码的，有时候我们过节过年能在一道，对吧？团聚。自从开始做厨师之后，过年过节确实陪不了家人。所以有理解爸爸当时为什么不让你去做厨师吗？慢慢的有理解一些了吧。他就是很传统的人，
习惯把关心用打压的方式表达，其实主要还是怕我吃苦。那秤能用吗？能。哎，这爷拿这个行吗？哎，不用，我要镊子。要不要我帮你啊？不用了，不用了。慢慢弄啊，别急啊。经过这么多年对他的观察，能感觉到他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现在做的也都很好。你看这一次又在国内给别的米其林又做了几个支将，也受到人家的喜爱。既然孩子喜欢，我当然会支持他的。就我的父亲也是很认真的厨师，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匠人精神，非常的乐观，无论多累，无论经历了什么，第二天还笑嘻嘻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值得学习的一点，我很佩服他。最爱吃我烧的什么菜？最想吃你烧什么菜？你猜嘛？猜不出来。红烧肉啊。红烧肉。你老做的。啊。如果2个人只有一个晋级了，是希望谁晋级？那我肯定希望我闺女晋级啊，因为她晋级了之后呢，我感觉到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真的推起来了，是吧？然后现在我被拍死了。其实不是你被排斥，我还没有。其实你是留给我一次机会，你下次再历练，再找我挑战。我觉得不遗憾吧。我爸爸用了一生的时间在钻研这些料理，那我就是还欠火候嘛，再练练嘛。希望闺女以后加油，啊！不好意思啊，让你晋级了，让你这么劳累奔波。真孝顺。恭喜你晋级啊！谢谢。你还会更优秀、更厉害的，希望你可以活到最后。来，好吧。炒饭，有炒饭，哇！大家好，我的标签是炒饭仙人，我呢是扬州炒饭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他原来在我底下一个5星级酒店里面做总厨的，现在自己干了一个炒饭店。这说话挺专业的，碾着炒，把多余的蛋呢再下入。他2次下蛋，第1次下蛋是要有蛋香，第2次主要是金果银的做法。金色的鸡蛋裹上银色的米饭，他把整个鸡蛋就裹上去了。专业。现在开始炒饭的配料。普通的老百姓都认为扬州炒饭它就是比正常的蛋炒饭多了一些配料而已，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现在在下什么呢？他在下汤，鸡汤啊。先把料要煨一下，出味，融合。这个挺有意思，他煨一下，把味儿先煨进去。最传统的扬州炒饭是把所有的配料要烩成一个卤汁，因为各种配料经过烩制以后，它的味道才能够煮出来，然后用这个卤汁慢慢的去和炒饭一起去混合。哎呦，香味出来了！那炒饭看着是真香啊！我觉得我能代表扬州炒饭这个项目参加这个比赛。您去的这个口感，从米饭的口感来说，我觉得好好吃。豆汁是不是有爆浆的感觉？有，味道也是很好的。过程我看了啊，还是比较符合传统做法的。我们扬州炒饭还讲究用葱，要3次用葱。炒鸡蛋的时候要带葱，烩这个配料的时候要放葱，炒饭出锅之前还要放1次葱。所以3次葱在不同的时候加入，让这个饭炒出来以后香味就更足。所以他今天做的呢，这些关键点都已经做到了。好吧，给出您的答案。这个估计要过了。他过了。嗯。我们一起吧。3、2、1。什么情况？不是他这个是有点啊。对不起。没事。我需要给您一个理由，老师。啊。确实是很好吃，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
灶台上面比较乱，对，没有处理好，确实是。It's quite messy. A big messy. 对不起。好，没事。我心里很愧疚。不愧疚。我在我心里，因为我在厨房干过，我当过厨师，我知道就是一点都不愧疚，你做的非常对。我觉得既然是厨师大赛、厨艺大赛，灶台的干净也是你厨艺的一部分。现在确实很多餐厅它都是明窗户、明档，就是让客人看到是安全的、是卫生的。那曾经其实我带队去国外打比赛，桌面都是干干净净，像是没有在那里工作过的。虽然你觉得简单，但是其实真的是不简单，它是靠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所以说，我也呼吁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大厨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态度，就是你要把自己做到一个极致。我们这边做菜真的让人赏心悦目。颜值好高，就好像在参加恋综一样。大家好，我是驻马店芳心纵火饭，之前是在法国蓝带学习过法餐，目前经营一家美式餐吧。今天做了一个自己秘制的一个汉堡。我是驯龙高手，今天带来的是用白芸豆制作的一款龙果子。这一次准备了一些比较时令的鱼，还有虾跟贝，组成了一个5种寿司的一个拼盘。好，我们开始吧。我个人觉得有点偏甜的，不好意思。谢谢。好，老师再见。好烫。我觉得你的白芸豆的豆沙或者什么，它不够细。不好意思。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醋饭嘛，肯定是醋饭。醋饭的调配也是很重要。它的醋饭在我这里是没有记忆点的。抱歉。谢谢。他感觉全场太扎眼了，他个子又高，人长得又帅。对。就那个宝岛主夫是吗？范儿很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岛主夫，我来自中国台湾。宝岛主夫，老家台湾，台湾哪里？台北。我外公是四川人。OK。我外公是民国那时候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厨师，给很多名人做过菜。对我来说，只有味道可以延续，记忆才会都一直都在。所以说，我想做一些我外公的菜，而不是说我做fine dining那些东西。那你今天做的是？其实我做台湾那个茄汁牛肉面。哇，牛肉面，我很期待牛肉面呢。我不走了，我就坐这，我坐在那边等。没有，哇，开心啊！你知道，因为牛肉面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个料理，所以我对它的期盼还挺高的。好香哦！这是你的味道吗？这是汤底。哇，好香啊！真的好香。它要熬这个，应该是熬牛肉、熬牛骨什么东西，有它的特别的秘方，所以经过的时候那个香味是非常的，就是想让我待在那儿不离开的那种感觉。不过你今天拿一道牛肉面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期待。这道菜名其实我纠结了很久，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道菜呢？因为大家每次回老家会回家乡，就好那一口面。我外公每次一回去就会煮一碗牛肉面给我吃。这道菜名的话，其实我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加了我外公传送给我的独家秘方，用了16种秘制香料来卤制牛肉，绝对是大家没有吃过的味道。他颠锅了，他在颠锅。所以他应该是，虽然他做西餐，但是他肯定做中餐的东西也是有所钻研的。法国蓝带出来的还是有点料的，隐藏了实力还做了一个中式的牛肉面。哇，我的牛肉面，刚刚好。刚刚好。哇，
宝斗很传统的牛肉面。看到这种东西我就闻鸡起舞。你惨了。我惨了，我惨了。对，我帮你们分好不好？还是？好。我觉得第1碗得给潘帅的。好啊，好啊。第2、第3碗也给我。尝看看。而且它很浓郁哦。吃面一定要这样。哇。也不加点酸菜，哇，更。哇，太给力了，都吃完。那个工作人员可以帮我拿两个大纸袋吗？我要外带，我要外带。啊，没有。过了，肯定过了。我师兄能过。哦，谢谢。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够浓。然后它的那个面条的一个咬劲，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一开始看他在那边醒面，他醒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他擀出的面条很有咬劲。然后包括他选的那个牛肉的部位啊，牛肋条，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举动，因为它正好是牛肉和筋相间的一个部位，又很香，然后它的调味都很准。面食大王，你想说什么吗？我再想一想，我在想，我要回味一下，等一下哦。估计 OK 的这个。什么？他不给哦。抱歉。没事。可能因为我吃牛肉面真的吃了很多牛肉面，我会回想说，那这个在我这些吃的牛肉面是不是最 top 的？因为既然来这个炙热游戏这个节目，那肯定我的标准得提高。我是觉得他很有可能不会晋级的，因为我觉得第一轮是每个选手应该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而不是说一个你非要去讲故事的菜。你的拿手菜你是做法餐的，你的拿手菜肯定不是红烧牛肉面。因为当时我觉得是好吃的，那刚好邱老师也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介于好吃跟可能还不够好吃的这个中间。我们要叫人吗？好，要叫人吗？我们叫人。潘玮柏启动分歧终结权，此权一出，争议终结，可指定另一组任意一位评委成为第三方评审。他们要叫人过来，月月来了。我想先问一问，是谁给的过，谁给的不过？不能透露。直接吃看看，你觉得？好。哎呦，爷爷河南人啊。这叫什么牛肉面？台式的茄汁牛肉面。哦。对，然后我这是用的是姜黄面。那我想有一点手感，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你看看你是觉得去或是留，交到你手里。首先，既然意见有分歧，就说明一个人认为特别好，一个人认为还不够好。那么既然找我来，我从那儿走过来的时候，我的期待值是很高的。当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第二口吃下去，更棒。哦，真的好好吃，我觉得好好吃。好，你给的过是吗？我没给过。恭喜啊，恭喜！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我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够推荐给我的家人们，我觉得完全可以。番茄的味道，我觉得90多分，牛肉90多分，这个面可能没有到90多分，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谢谢岳老师，恭喜！谢谢岳老师，谢谢，感谢。哇！潘老师他其实比我想象中
就是更严厉很多，真的是我意料之外。但是最后他还说，他吃过无数碗牛肉面。我说好的，这个严厉可以的，可以让我进步，把我牛肉面做得更好。太棒了！我的牛肉是腌过的，特意的选用李锦记的薄盐生抽，它的咸度不高，既能提鲜也能增香，又不会覆盖住牛肉本身的浓郁的牛油香气。用了李锦记的薄盐生抽腌制后的牛肉，它熬出来的颜色非常漂亮，而且入口时鲜味也会增加突出，为我做的台式牛肉面添加了更多风味。我可能对后面那个黑衣服的选手比较感兴趣，后厨女战士，战斗即生存。我是后厨女战士，也是我们当时厨房唯一的一个女生。在日本这种男女阶级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还有尤其是料理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话，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战士。唯一一个上《宝格丽》杂志的中国人。女生的体力确实是不如男生，但是我确实也不想说每一次都是说啊，请帮我一下，这个在我的性格是不能允许自己的。所以说，你们男生能做的，我也一定能做，而且我一定会做得比你更好。你在厨房做了几年了？其实我一共加起来可能是4年左右吧。我以前是教雅思的英语老师。哇，这么厉害！对对，英语老师。对对对。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厨师呢？这30岁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30而立这样一个年龄了。然后那时候就问自己说，自己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料理，这样的，就一个答案呼之而出，我想做米其林厨师。哦，这个志愿还是很好，愿望很好。对对对。然后我就裸辞了英语老师的工作，重新读那个全日制的料理学校，从头开始学。然后也挺幸运的，就是说，毕业之后直接就进了那个东京的宝格丽餐厅。哦，那在后厨怎么样？很严格，很严格是吧？对对对，因为我毕竟第一家餐厅就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它的话对我们的要求是一开始就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一定要保持案板的整洁，随时就把它清理干净，不管是我的卫生习惯还是工作的效率，一开始就帮我们建立很良好的习惯。There she's shaping some pasta. Italian style. Yeah. 我选择的是一个意大利的菜品，叫拉比奥里意大利饺。因为我的家乡大连，它的水饺子非常有名的。综合我的背景和出身，我想做一道这样可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灵魂食物。那我这次做的算是一个改良版的意大利饺，因为我不太喜欢在里面放很多芝士、奶油啊这类的东西，我也不喜欢把汤弄很多的黄油感呀。汤的话呢，我用的是文蛤。总体来说，就是体现出它一个比较鲜的感觉。我用的是当地的文蛤，是第一次用这个文蛤，它出来的汤的味道确实是和我之前用的味道比是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味道。因为整个汤的调味对这道菜来说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出错的。我当时可能就有点心急，我一直在调整。能把握住味觉得很准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反复去试，这样才能够把一个味调得很精准。整个过程下来还算比较顺利。我觉得有惊无险吧。这道的话呢，是一道非常传统的意大利饺，用到这个日本冰明湖的海苔，同时呢还有大连的海麻线，请2位评委品尝。1、2、3。淘宝商户点外卖更优惠，战术是：你上单，你中单，你下单，他下单。淘宝闪购帮他免单，淘宝闪购天天领红包，还能抽免单。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战术是零星充值，0元起手，是0元起送。淘宝闪购含0元配送。淘宝闪购爆品团0元起送，0元配送，爆品低至1.9元起。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最近工作上有压力没有？那感情上有压力还没有？那啥压力让你头发这么掉啊？最近工程款回不来，下个项目又缺钱，东拼西凑也凑不全，我焦虑的每天晚上睡不着啊！小齐给你支一招，用钱别内耗，度小满随用随到，额度最高20万，最快1分钟到账，都不给你时间内耗。生意好伙伴，用钱好帮手，资金周转就找度小满，好省好省心。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薄盐生抽，减盐味更鲜，全国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度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成，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8米赞助播出。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抱歉，不好意思。哇，很咸啊，已经咸过头的那种感觉。对，今天真的有点咸哎。我第一口汤一喝下去的时候，就有点吓到，说怎么会这蛤蜊有这么咸吗？然后我再喝一口，还是很咸。我是觉得我对味道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吧，因为你用了海苔，那海苔它是带咸味的，对，你用了文蛤汤，那个汤也是有咸味的。然后这个汤有可能你煮了时间长了，然后它收缩了嘛，然后所以说它的咸味又出来，那所以说你要 balance 这个汤，啊。其实我很佩服，因为我也是女生啦，然后我们在后厨其实有很多不容易。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就是很开心。谢谢邱老师，好，加油啊！谢谢。我是想说，我想用这道菜去讲一些故事，表达出我对料理的这个理解。那当然有志同道合的人是更好的，没有的话，我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会在自己的选择的路上一路前进。刚刚那个有点咸哦，真的咸。对啊，我第一口我心想我是不是错觉？我不是，我感觉是不是错觉？你把它全吃完了，我朝着你看。以对食物的尊重，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有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吃东西不喜欢留下来，然后我看到人家帮我们做，我就想把它吃完。哪怕他最后过不了，我也会尽量吃完。抱歉。我就对食物有一种很虔诚的一种心，好撑哦。You are the one, you're the person I need. Vous connaissez cette dame? 他是我们中国的数为一个艺人吧，唱歌，然后会做综艺节目，现在也是做美食。他经常在电视上教人做饭 ，TVB 到整个大湾区都跟着他学做菜。肥妈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她会做饭的时候会唱歌。哎，对，唱歌。对。You make my life. What's the truth, my baby? And love is what I want. Hello， 肥妈。What the world? 你好，肥妈你好。Needs now. 哎，嗨，你好。你好，我是韦波。I'm really happy to see you because I mean you're always so energetic, always so happy, bringing the good vibes. I'm always happy. You know what? What
The world is love, love, sweet love, love. 好开心。 But for everyone， 给你鼓掌。很好。佢話你唱得好好聽啊！太棒太棒！哎，肥妈加油！没有，谢谢。I love you so。我家人很多，32个人，7个国籍。我用煮菜吸引他们回来，所以，我煮菜的时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会看到我一家老小嘛。真管来自妈妈的味道，妈妈是最好的。我是家常菜代言人，我比较想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跟泰国啊、印度的味道可以融在一起嘛。因为我喜欢吃鸡，只有100分钟，我说好，那做5个菜吧。Yes， 我让你看5个菜。好厉害，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做了几道菜出来。哇，好丰盛哦。对啊，1、2、3、4、5。哇，有汤有饭，咖喱，那就细细品尝了。老师先喝一口汤，洗一洗，因为你们吃的太多了。肥猫，我好想喊他，我也想吃。家里有孩子来回家吃上这个很幸福。不要说你孩子不会吃，我这个孩子想去你家吃。我给你吃我的，来，好不好吃？好吃。你看，妈妈的味道。那我们就来给评判喽。好。1、2、3。这个鸡，我觉得鸡的里面的味道不够，这道饭也太湿，就是不够香。从专业的角度去对它评审的话，我觉得如果在家做这么样一顿饭，我相信肥妈做得更加棒，因为在餐厅里呈现给客人的一道菜是必须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菜品。肥妈，对不起，没事。我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点评，每个人有自己的胃口，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味觉嘛。家里的味道嘛，不跟人家师傅要比，我自己创的、自己煮的无所谓。喜欢煮菜的人呢，就喜欢煮。Maybe I didn't know。而且我有顽皮，我虽然70多岁，我就很想来参与一下。我那次来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家里的妈妈也是一个大厨啊，我做到了，一直我也可以告诉人家，我做到了。节目联合微博发起炙热游戏百厨大战2创大赛活动，即日起上微博关注优酷综艺炙热游戏百厨大战，答应话题炙热游戏百厨大战2创大赛，发布优质2创作品，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照、会员卡等独家福利。周老师，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期待的吗？有期待的。期待哪个？我觉得那个，一个是做那个湘菜、淮扬菜融合的，看他手法动作都还不错。哎，师从淮扬菜掌门人周小燕的徒弟吴松德。他在狮子楼嘛，扬州有一个餐饮名店叫狮子楼，他在那个里面干过。但是我不太熟悉，不知道他在那个干过。不用为了您的面子，一会儿那个。不需要，完全看菜。你现在是在长沙工作？长沙工作。以湘菜为主。对。但是你学徒的时候是学的淮扬菜。对。像他这种原来学淮扬菜，现在去投奔湘菜，背叛师门的做法。背叛师门。
你们的师门应该是有。我们师门可不能背叛。我这还是叫一直在传承。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背叛啊，就是学习更多的另辟蹊径，另辟蹊径，对，学习更多的知识来丰富自己，这也很正常。对对，很正常。就我觉得叫传承加创新。好，期待。您应该是期待这个菜的。对，我看到这个融合到底融合的什么效果？就用来吊汤了吗？对，吊汤。看你这个手背上是个金色的徽章啊，所以大家对你很期待啊，很认可啊。一定不负所望，压力更大一些。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达到周老师的标准，在师爷面前还是有点胆怯。我第一次做菜手发抖，手不抖，淡定。能看到我手抖，我只能想着不要出错，尽量做得好吃一些。这次带来的是白辣椒紫苏波龙优馅米粉，去了长沙必须要锁粉，米粉最关键的就是汤头要好。这次的汤结合了淮扬菜的汤底的特色，但是我们把3种不同的汤底结合到了一起，这里面有鱼汤，有虾汤，还有补汤，用淮扬菜雅致的这种装盘呈现出来。上菜！乌龙，哦哟，乌龙，哎呀，紧急的时刻来了，哥。我要先吃哪个呀？可以先吃龙虾，对，然后再吃米粉。这个龙虾肉就不会变得很老。连汤都喝完了。融合的菜对吧？对，湘菜和淮扬菜的融合结合。那你紫苏啊、辣椒啊是湘菜的元素，对，淮扬的元素在哪里？淮扬的元素就是我们还是想把这种呈现的方式，湘菜不乡土，然后家常不寻常，然后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能够让大家对湘菜有个另外一种改观，就是在呈现方面，呈现方式借用了淮扬菜的。然后虾肉其实我们就是借鉴了淮扬菜腌制高油河虾仁那种方式。好，有答案了。我们有答案了。3。周老师不会给，他对徒弟很严格的。你喊2。行业里面经常有人讲10个龙虾9个老，温度火候一定要把控得很精准。1。没用啊。有用，有用。谢谢，祝贺你。谢谢。好，你这个是拿到一个2个牌子才能说通过。对，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祝贺你。我觉得好吃到，我一定要推荐给我身边所有。可能吃的顺序也是对的，先吃这个，再吃面，最后喝汤。对，这个越吃越开胃。没错，吃饱了筷子还想动。太棒了，这个龙虾。我做菜不仅讲究色香味，也讲究营养均衡。平时做菜我就喜欢用金龙鱼1比1比1，它跟单一油种可不一样，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配方获得中国发明专利，煎炒烹炸都合适，做出来的菜美味又健康。有它在，我对今天的比赛很有信心。
今天你最大的成功就是这个龙虾的口感恰到好处。谢谢老师。因为我们说的龙虾，很多厨师掌握不好它的火候，所以他用上浆的方式，然后在油里面滑油，它没滑熟，它滑了5成熟，然后再把它泡到汤里面，这样子它上桌以后呢，口感是恰到好处，所以它在这个的过程把握得非常好，而且这个味道呢，回味有点辣，辣的开胃的辣，酸酸的辣，这个味道就调得恰到好处。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我觉得得到周老师的专家的认可，真的是能够开心一年了。好。我是支持这种做法的，多开眼界，多学习，多交流，多互动，是新一代这个学生、徒弟或者徒孙们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现在这个餐饮发展的迅速，国际化交流已经很频繁了。你们看那个英国小伙子做菜，觉得很干练。英国中餐扛把子。哟，大家好，我是 AA 中餐地推，我来自英国，我是一个中餐美食博主。哟，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马逛吃。然后我在英国线下经常给家人朋友做正宗的中餐。恭喜发财！我觉得我的中餐水平，我觉得挺好，我也练了快6年了，很仔细的去自学。我第一轮准备的是松鼠桂鱼。这道菜是一个很考刀工，他能把中餐的刀用成这样也很不容易啊！对，挂分、火候，有好多技术要做得好，所以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道菜，可以给大家看我能做中餐，展示一下我会的技术啊！哎呀，还会翻锅，中餐还可以哦。一个国外的人做松鼠桂鱼，松鼠桂鱼嘛，应该是淮扬菜当中的一道名菜。老师，你看我就紧张了。啊！他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尝一下吧，尝一下。谢谢兄弟，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们中国的美食吧，它讲究色香味俱全，一定要就是好看。咱说实话啊，你看啊，我作为一个服务员啊，我这么端着啊，路上有很多人在看我这道菜。劳驾让一下，我给别人上个菜，您看一眼他这个菜，他路过谁的身边，谁看一眼，他都不会觉得特别美观。好，卤汁芡不够，浓一点，然后把它打起来，然后淋上去，你看每一个都挂到上面。第二个就是这个，你看啊，就没有看到大块的没有毛了，它在刀工处理方面明显不足的，切的料块已经比较大。所以呢，出来以后呢，没有松鼠的那种毛的那种蓬松的感觉，所以呢，我去给他演示了一下，看啊，这个方向，周教授亲自来给他演示了啊。就你是直着下去，你不会拐弯那种。对，不要拐弯，看到吗？这样切，刀刀相连而不断。不愧是师傅，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哈。就是他用这个评委或者是对老师的这种角度去，你看这样子切出来，给你洗一下，看一看。你再看看你的呢，这个呢？我的更像菠萝，他的像松鼠。那你这个是跟谁学的？
我在网上学的。网上学的？我看视频学的，没有被教过。网上视频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是。他有点那个，所以学这些传统名菜还是要找一个好师傅。谢谢师傅。所以呢，这个有2个重大的问题，但是你喜欢中国菜，还喜欢中国传统菜，我觉得很不容易啊。谢谢。可以继续努力。好，谢谢。这个菜虽然做的不是很成功，但是呢，他的这个精神是可嘉的。不管他专业不专业，我告诉你，他能做成这样子，他已经是专业的了。给他一个赞。好，要得。Hello。哇，给你一个大大的赞。拜拜。拜拜。哇，这个天气真是非常闷热啊！要不要点一杯冰咖啡，冰爽精神一下？好呀，那就得用我的外卖神器淘宝闪购。你看，淘宝闪购每天都可以领取大额红包，还能有机会抽到免单卡，还有爆品1.9元起免运到家，点外卖更优惠哦。这么便宜，一杯咖啡才几块钱，那我也来一杯。世界第一。这个称头的意思是说，你做饭做菜是世界第一吗？当然。真的假的？UV 出来的世界第一。大家好，我是世界第一。我上一家就业的餐厅是在上海的一家米其林3星，叫 Ultraviolet by Paul Perry。我觉得我本来就是米其林3星和世界第一的主厨，只不过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参加节目的目标是什么？冠军。我想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敢说自己是第一啊，上海第一我都不敢说。期待一下这个世界第一啊！还是很多年轻人都把自己的想法思路贯彻到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来。这个很帅气的这个小伙子，他是香港 Amber 的主厨。他很年轻，他是00后。大家好，我叫00后紫微星。那我现在在香港一间米其林3星的餐厅叫 Amber， 我有信心去跟任何一个就算是一个米其林的厨师，我也有信心跟他去比拼，然后也会取得胜利。他们2个还是蛮期待的。我这道菜是一个西班牙的先锋料理，叫培根蛋酱通心粉，会用到一些分子料理的技巧。用吊的鸡高汤，鸡高汤之后用鸡胸肉打成泥，然后用我们中式的一种澄清高汤的方式，把这个鸡汤弄得特别鲜。他把汤做了一个像意面那样的管，用花生泡椰奶去打成的一个浆，然后过筛做成泡沫。那边是在做鸭子，这边对，他鸭子拿出来了。我准备的菜是一个烤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运用了一个鸭子的所有不同的部位，也是现在一个 sustainable 的概念。他在酿馅儿了，这个菜我也做过。他把鸭的脖子去除以后，把它的骨剔了，像香肠的肠衣嘛。然后这个时候他把馅儿酿进去。因为一般大家吃可能烤鸭都是你可能有很脆的皮，但是肉质可能比较老一点或者柴一点。但我就想将一种法式的那种很粉红鲜嫩的肉，再配上一个像中式烤鸭那种很酥脆的皮。那最后这个呢，就是用所有的鸭骨去一个 sauce。我觉得，与其拿出一个很保守的一道菜去参加比赛，那不如去做一道我想去做的，不管它冒不冒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它那边的鸭都会亮一点的颜色。一直在量那个温度，做这个鸭子的很谨慎。